乌军首架 F-16坠毁，真相究竟是什么？俄乌上演无人机大战，乌自研无人机效果碾压毒刺，美军6代机无人僚机首飞，驾驶舱令人迷惑。日本建造史上最大警用巡逻船，3万吨排水量，堪比重巡。8月29号，乌克兰国防部称，一架刚刚抵达乌克兰的 F-16战机在8月26号拦截俄军大规模空袭的过程中不幸坠毁。乌克兰最顶级的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是猛。至于事故的原因，目前并没有盖棺定论，所以接下来大兵会结合各种公开资料分析可能的原因。当然，和实际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纯粹就当听个乐子。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最高兴的就是俄罗斯方面了。很多俄罗斯博主声称这架 F-16是在别尔格罗德州坠毁的，还煞有介事地放出了一张照片。然而打脸很快就来了，俄罗斯的那张所谓照片是2015年泰国空军坠毁的 F-16，当时这架飞机从跑道中滑出，飞行员弹射后仅受到轻伤。这条信息呢也被推特标注为不实信息。眼看一招不成，俄罗斯再生一计，试图把自己曾经犯的蠢套用在乌克兰身上，称这是乌克兰爱国者导弹误伤友军。这种说法呢也相当幽默。俄罗斯人似乎以为爱国者和他们的 S-300一样，没有敌我识别系统。美军的敌我识别系统分3级，第一是美军各军种之间的敌我识别，第二是北约内部的敌我识别，第三是美军和非北约盟友之间的敌我识别。这3者呢，并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平行的。最近一起爱国者误伤事件发生在2002年，距今呢已经22年了。在这期间，爱国者又参与了多场冲突，但从未有过误伤友军的记录。然而，一般呢防空导弹的乌龙都是在雷达上把友军错当成了敌军，而这次乌军的 F-16是在拦截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时坠毁的，俄罗斯无人机都躲在机库里呢。乌克兰爱国者完全没有发生乌龙的机会。很显然，俄罗斯人很难理解，因为误伤友军对于俄罗斯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自俄乌战争开始后，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友军战机屡见不鲜，以至于大兵在之后都懒得把其当作新闻报道了。说完了俄罗斯，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此事件的态度。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在事发后指出，乌克兰 F-16坠毁并不是因为武器攻击，而是操作失误。通常 F-16基础课程需要大约9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飞行员毕业，然后他们将进入作战部队进行战备训练。而这次坠机的梅斯呢，仅仅参加了6个月的培训课程，按理说他可能连基础课程都没有上完。按照操作标准，飞行员会在基础课程中学习使用20毫米机炮、AIM-9 和 AIM-120 空对空导弹，如何使用 GHMCS 头盔显示器、夜视镜和瞄准吊舱等等。但想要成为成熟的飞行员，他们还需要在军队内继续学习，包括如何压制敌方防空系统，使用 GBU-39 SDB 或者 AGM-158 GSSM， 如何带领飞行编队等。20世纪60年代的空军分析师表明，完成了10次实战训练任务后，飞行员在战斗中生存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但可惜的是，乌克兰飞行员可能并没有时间能够来得及参与类似的实战化训练，因为他们每多训练1天，侵略者都会在他们的领域上继续侵略。梅斯呢，不仅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爱国者。为了帮助祖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他曾在2022年和乌克兰另一名飞行员安德烈·皮尔西科夫前往美国，试图说服那些政客向乌克兰派遣 F-16。美国前国会议员亚当·金辛格回忆起那次见面，在推特上说：“我能感受到他们为乌克兰和 F-16拼命战斗，但同时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们无法度过战争。”有消息称，梅斯在 F-16上出现问题后，本有机会选择跳伞逃生，但因为他想试图为祖国去保留这一珍贵的战争资产，最终错失了逃生机会。大兵认为，俄乌局势目前如此进展，乌克兰没有时间慢慢等着飞行员按部就班的训练，因为 F-16战机不仅操作难度高，而且和乌克兰飞行员之前驾驶的苏系战机有很大的差别。乌克兰飞行员仅用几个月就完成训练，就驾驶 F-16实战，
必定会失误的概率大大增加。所以乌克兰有必要在北约国家招募那些有驾驶 F-16经验的雇佣兵，就像二战时期的飞虎队一样，这样等未来更多的 F-16抵达乌克兰时，才能发挥他们最大的作战效果。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野黄蜂近日发布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频，展示在乌克兰天空乌军如何利用无人机同俄罗斯无人机进行空战。在这段视频中，乌军利用无人机击落了超过100架俄罗斯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乌军才刚刚展示这种新的战术，而2个月之后，在新发布的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新战术已经相对成熟，可以规模化运作，并且可能在库尔斯克攻势初期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俄乌战争中的大多数无人机都能立即发现地面上的任何动静，因此任何军事动向都会迅速被炮火和 FPV 无人机锁定目标，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死局。因此，摧毁敌方的侦察机意味着控制了地面，无人机空域的争夺战已经打响。尽管消费级的4旋翼无人机在前线广泛使用于战术侦察和引导炮火，但它们的射程只有几英里，电池寿命通常也只有半个小时。而像视频中的俄罗斯猎鹰10这样的固定翼无人机，则负责更远距离的任务，至少可以飞出80公里。猎鹰10的活塞发动机能够使其以9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超过12小时，持续提供监视能力，配备有强大的光学设备，比如改装的佳能单反相机。俄罗斯侦察无人机和其他单位紧密合作，猎鹰10与俄罗斯炮兵集成，目标在被发现后3分钟内就可以被击落，而地面观察员引导炮火则需要20分钟。Zala 421 16E2 无人机与同一家制造的俄罗斯长矛远程式自杀无人机协同工作，以发现目标并且评估打击效果。可见，在无人机领域，俄罗斯的科技和装备水平是丝毫不落后于乌军的。但从实际战况来看，俄军总是在无人机领域被乌军全面压制。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突袭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首先摧毁了俄罗斯的侦察无人机，电子战击落了小型4旋翼无人机，但猎鹰10和 Zala 通常飞得太高太远了，不会受到干扰。过去击落它们一直是一个挑战。虽然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有效射程为5英里，可以击中超过1万英尺高度的目标，它针对快速喷气机和攻击直升机而开发的红外锁定器可以锁定猎鹰10发动机的热量。有许多视频显示，毒刺成功地击落了猎鹰和其他无人机。但问题在于数量，美国和其盟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但是在俄乌战场漫长的战线上，平均下来，每一处战场还分不到几套毒刺。而相比起拦截无人机，乌克兰更倾向于攻击更有价值的目标，比如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同时，毒刺价格也相对昂贵了。那这些稀缺资源击落俄军的固定翼无人机，并不是一笔划算买卖。因此，在俄乌战争的前2年半中，只有253架俄罗斯固定翼侦察无人机被摧毁，平均每个月约10架。但乌军新公布的这段视频很明显都是近期拍的，这意味着乌军在无人机空战战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分析人士推测，乌克兰通过使用雷达和其他传感器的数据为 FPV 飞行员提供拦截路线，因此弥补了传统 FPV 只能在可视范围内搜索目标的弱点。同时，新的战术也需要新的 FPV 进行适应。发布该视频的乌克兰组织野黄蜂，一个由筹款活动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曾开发过一种名叫女王黄蜂的巨型 FPV。该 FPV 的载重为 9.5千克，可以携带爆炸物、物资或者任何小于该重量的物体，甚至可以作为小型的 FPV 的母舰。福布斯新闻报道，在视频中进行拦截行动的 FPV 是基于女王黄蜂的升级版，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配备了新相机，以帮助其进行空中拦截的复杂过程。同时还有特殊的电池，使其能够以96公里的每小时时速飞出24公里，这是毒刺导弹射程的3倍，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野黄蜂还透露，拦截无人机配备的新弹头使用命令引爆而不是撞击引爆，与通常的穿甲成型装药不同，
这可能是一种集中的破片弹头，以宽锥形喷射金属碎片，确保目标被摧毁。美国的弹簧刀无人机也存在类似的设计。而最令人惊讶的是，野黄蜂表示，他们每个拦截器的成本为$725，所有115架俄罗斯无人机被击落的成本可能还不到1枚毒刺的价格。可以见得，在无人机领域呢，乌克兰的科技发展之快令人惊叹。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不仅能看到乌军用 FPV 打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苏35这种高速战斗机也会变成其狩猎目标。说完乌克兰无人机，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协同作战飞机是美国空军目前最重要的开发计划之一，也是未来6代机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呢是开发一款由 AI 操控的无人战机，协同6代机和轰炸机执行作战任务。8月29号，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子公司缩尺复合体公布了其为 CCA 开发的437型战机的首飞消息。然而，无论作为 CCA 计划的一部分，还是其官方之前的宣传，437型呢应该是一种无人驾驶飞机。但从其公司放出的图片，我们不仅能看到驾驶舱，还有驾驶舱中的驾驶员。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只在测试阶段才有驾驶员的存在，但毫无疑问的是，拥有驾驶舱其隐身性、机内空间载荷以及启动外形势必是会受到影响的。航空周刊之前曾爆料，该飞机的航程呢约为3000海里，可以携带4000磅燃料，巡航速度约为0.8马赫，能够携带数枚 AIM-120、AIM-RAAM 导弹，或者是一个测试雷达。8月27号，日本媒体报道，为了加强对灾害和紧急情况的应对，例如货物运输和公民保护，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从下个财年开始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多用途巡逻舰，总建设成本约为680亿日元。下年度预算请求中包括约34.3亿日元。这艘巡逻艇长约200米，总吨位为3万吨，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目前拥有的最大巡逻船的3倍多了，是2战时期日本海军妙高级重巡洋舰的2倍多。该新闻稿表示呢，在紧急情况下，新巡逻艇最多可以运送1000人，它最多可以搭载3架直升机和大量橡皮艇，还计划用作安全的海上基地，计划于2029财年投入使用。目前目的地尚未确定。日本海上保安厅补充道，建造这艘巡逻艇的目的不是为了军事，也不会携带机枪。大兵认为，日本官方对于这艘新船的说法呢，显得十分幽默。3000吨已经是登陆舰的规模了，从设计草图上也能初见端倪。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